有一个女人3次离开家，3次想重新开始。她把丈夫让给了母亲，又把丈夫让给了女儿。在释迦牟尼时代，有一个叫做德差失罗城的城市，有一位很有名望的长者，结婚不到1年，他的太太便为他生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与众不同，她的长相是一般女孩所没有的，一生下来就可以看到她的皮肤细腻光滑的像莲花瓣，她的肤色透明清澈，像一层薄膜盖在她那粉嫩红润的身上。最难得的是，她生下之后，身上自然散发出一种奇异的香气，芬芳馥郁。这种奇迹即使在当时的印度也是很少见的。干青的眼睛如同莲花叶，白净透红的皮肤如同莲花瓣，散发着香气如莲花味。于是它的芳名就被大家决定叫做莲花色。渐渐的，莲花色长大了。印度的女人发育得很早，10岁左右的女孩子已经长得非常成熟了。莲花色的美名早已四处传播，前来求婚的当然很多。终于，她在各种姻缘的安排下，嫁给了本城另外一位长者的儿子。这是一桩门当户对的婚事。莲花色结婚后不久，他的父亲因病去世了，留着他母亲一个人在家寂寞的守寡。恰巧莲花色也怀孕了，很快就要生产了。印度的风俗，女子生产都要回到娘家去临盆，于是她与她的丈夫便回到了她的娘家。不久，莲花色就生了一个女孩，长相也有点像莲花色。不久之后，一件丑事竟被莲花色偶然撞见了。她看见她的丈夫正在和她的寡妇母亲亲亲热热地睡在一起。很显然，那已经不是岳母和女婿的关系了。莲花色的母亲分享了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占有了她的母亲。这时候，莲花色的内心是怨恨、愤怒、感伤、痛苦，百感交集。她敬爱她的母亲，也敬爱她的丈夫，但是她所敬爱的人背着她做了她无法忍受的丑事。以莲花色的想法，真的想闯进母亲的房去，将那无耻的男女双双捉住。然而她知道母亲守寡后的生活，对于年轻丧夫的母亲，她是非常的同情。她也能理解丈夫的需求，在她产前产后的这段时间当中，她没能履行妻子的义务，所以她的母亲与她的丈夫相诱成奸。她既感慨又厌恶，但她也觉得那是值得同情的一对，因此她做了自我牺牲的决定。为了成全母亲，她就离家出走了。但是她期望她的丈夫能明白她离家出走的动机。在她的丈夫走出她母亲房间之后，她便抱起刚刚出生不久的女儿，扔给她的丈夫，并且教训他说：“你这个畜生不如的无赖，既然这么没大没小，如今你的女儿在这里，也拿去发泄你的兽欲吧。”她的丈夫在惊慌失措之余，没能接住女儿，致使女婴的后脑部撞在一橛木桩上，破了皮流了血。母爱的天性使这情景深深地留在她的记忆中。当时她愤怒的情绪却迫使她毅然不顾地奔出了家门。这时的莲花色已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苦命女人了。离开了母亲家，她也不愿再去丈夫的家。她想，既然已经决心出走，那就走得更远一些。她决定离开她的家乡德差失罗城，到远方去另谋生路。莲花色终究是一个女人，一个从未单独出过远门的女人。当时的印度交通很不方便，
从一城到另一城往往要走好几天，乃至好几10天。路上行人很少，可歇脚露宿的村落更少。商人来往都得结伴而行，否则遇上了盗匪，后果不堪设想。何况莲花色又是一个单身的少妇，因此当莲花色向城外走了一程，便在水边的一棵大树下坐了下来。他不敢再向前走了。他坐下之后，他回忆着刚刚撞见的丑恶的一幕，在想着渺茫的未来，不仅悲从中来，放声大哭。在哭泣之余，他看见水中的倒影，一个满脸泪痕、愁眉紧锁的美妇人，很像一朵盛开的莲花，却又像遭受了暴风雨摧残的莲花。红颜薄命，活着无味，所以他在考虑是否该跳下去，是否该跳进水里结束他的生命。正在这时，他的救星到了。一对商人刚好经过那里，商队的主人连忙走近前去，很关心又很同情地问他：“这位姐妹，你有什么困难的事儿吗？”“没有，只是不想活了。”“为什么呢？我能帮助你吗？”“不为什么，没有人能帮助我。”“你没有家吗？”“有的，但我不要那个家了。”“你有父母和丈夫吗？”“有的，但是父亲死了，母亲却把我的丈夫占有了。”“哦，原来如此。”那个商队的主人见她相貌很美，爱怜之心油然而生，所以他说：“我现在要回到波罗那城去，我家就在那里。我的太太去世以后，家里人手很少，如果你愿意的话，先到我家里住住再说。”于是莲花色就跟着商人到了波罗那城，慢慢的就由客人变成了正式的女主人。她有了第2个归宿。商人的生活总是居家的时间少，外出的日子多。莲花色的商人丈夫在家过了几年之后，又办了很多货物，要去德刹施罗城贩卖了。莲花色知道他家乡的风气，那里什么都好，就是女人的贞操观念太差，她感到很不放心，所以再三劝她丈夫要高度警觉，不要上了那些邪恶女人的当。她的丈夫满口答应，并且向她发誓，除了她这样的女人，再也不会爱上其他的女人了。莲花色的丈夫到了德刹施罗城，由于商业的需要，一住就是好几年。商人们在冒险的经营后赚了些钱，往往又会在刺激的生活下寻求乐趣。刺激的生活往往不外乎是醇酒、美人和赌博。莲花色的丈夫为了真心表示深爱莲花色的美貌，为了守持他对莲花色的承诺，在初期的10日中，他确实是很规矩的。但是在许多商人朋友的劝说之下，终于半开玩笑地说出了他的条件。他说：“我只爱莲花色那样的女人。我也曾向莲花色表明过这样的态度。如果能有女人像莲花色那样的，我才喜欢。”也是非常巧，那天正好是德刹施罗城的少女节，全城所有的少女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似的，在一处聚会游戏。莲花色的丈夫和一些朋友也都前去看热闹，看女人、看少女们庆祝自己的节日。商人们发现了一个少女，几乎长得和莲花色一模一样。那些商人朋友竟在短短的时间内探听到那个少女的姓名、年龄、籍贯，并且求得了她父亲的同意，付了所需要的彩礼，办妥了一切婚嫁的手续。莲花色的丈夫便在半推半就的心境下与那个少女生活在一起了。不久后，莲花色的丈夫带着他新婚的第2个妻子回到了波罗那城。但他不敢把她带回自己的家，恐怕莲花色生气，只好另外买了一套新房，金屋藏娇，
并把他财物的一半放在新房之内，另一半拿回莲花色的家中。他和莲花色说，这次倒霉，回程中遇到了劫匪，抢走了一半的货物。莲花色说没有关系。莲花色还安慰他说，只要你能平安的回来就好。不过我一定要报告官府，我要追寻那些土匪，追回那一半货物。她的丈夫很生气，好像真的遇上了土匪。从此以后，莲花色的丈夫往往一出门就是好几天，即使回家，白天到家，晚上又走了。莲花色问他时，他就说他正忙着追寻劫匪的行踪。莲花色虽然心中怀疑，但她是个贤淑的妻子，从未向丈夫提到她所怀疑的事。可是有一天，有一个客人来访她的丈夫，她回说丈夫去寻劫匪了。那个客人被她的一番诚恳所感动，便以同情的口吻告诉她说，事到如今，你仍被你先生蒙在鼓里。我不忍为你的家庭带来不和，但是我觉得你的先生也太对不起你了。再说，老这样欺骗你也不是终究的办法。我现在告诉你吧，你的先生并没有劫匪可以追查，他实在是追寻他那新婚妻子的爱情去了。过了几天，她的丈夫回来了，并且捏造了一些追寻劫匪的事，向莲花色诉说。他还等着妻子安慰他几句呢。莲花色却以开门见山、宽宏大度的态度向他说：“我知道你的辛苦，你既然有了心腹，为什么不带回来呢？一个人负责2个家庭，实在是很吃力的事。”她的丈夫本来还想推说没有这事，但他想起了莲花色的贤淑，又看出她的态度是如此的恳切，所以只好承认了，并以悔罪的口吻请莲花色原谅。他说：“我唯恐大小2个太太住在一起容易产生矛盾，所以始终欺骗着你。”莲花色说：“不会的，相信我能容忍得下。如果她的年龄和我差不多，我就把她当作姐妹看待；如果她小了我10几岁，我就把她当作女儿照顾。”于是这个家庭1男2女共同住在一起了。莲花色真是以母亲的情怀照顾着丈夫的小太太。那个小女人因为长得很像莲花色，他们2个人在一起的确像一对母女。那个小女人也把莲花色当作自己的母亲那样敬爱着，并且在闲谈之中透露，她是一个从小失去母爱的女孩子。莲花色听了，非常想念离开了她的女儿，甚至怀疑这个小女人就是她的亲生女儿。但是莲花色觉得又不便进一步询问她家乡的情形，不想引起小女人的乡愁。对于一个背井离乡的人，是不该问这些的。莲花色真的是很善良，她不想勾取那个小妇人的思乡情，她是如此的细腻和替他人着想。有一天早晨，莲花色为那个小女人梳头的时候，发现她的后脑部位有一个明显的疤痕，这使莲花色几乎惊叫起来。因为在她的记忆中，这块疤痕便是自己离开第1任丈夫时，她自己不小心把出生的女儿扔在木桩上留下来的记号呀。她恐惊动了她的丈夫以及这个小女人，所以她没有惊叫。然而再也不能不问这个小女人的身世了。莲花色以关切的口气问道：“你这疤痕是怎么来的？想必当初很痛吧？但是那个时候我还小，所以不知道痛与不痛。”那个小女人接着说：“据父亲告诉我，我的母亲因为与父亲吵架，在盛怒之下将我扔在一个木桩上撞破的。我的母亲从此一气出走，再也没有回家。我真命苦，从小就没有见过母亲。现在我却常常这么想，
你对我这么好，如果你是我的母亲，该多好啊！”莲花色听到这里，真想抱起这个小女人来痛哭一场。很明显，这就是他自己的女儿呀。但他仍不放心，所以又问了那个小女人许多问题，问她住在哪条街上，多少门牌，房屋朝向，她的父亲叫什么名字。这一问完全明白了，也完全证实了，但这也使他悲痛得更加难过了。莲花色的心情非常激动，他站在那里想了很久，他才想通了。我是一个苦命的女人，这是一个混乱的世间。10年前，母亲占有了我的丈夫；10年后，女儿嫁给了我的第2任丈夫。我与女儿做了同一个男人的妻子。我既已将第1个丈夫让给了母亲，何不把第2任丈夫让给女儿呢？为了女儿的幸福，我应该牺牲到底。莲花色将满腔的辛酸与痛苦深深地埋在心里，他若无其事的样子，悄悄地离开了。风尘仆仆地随着一对商人来到了广盐城。如果这个故事到这里结束，已经够悲剧了。可真正可怕的是，这才刚刚开始。这时候的莲花色已经是20多岁的女人了，经过了2次大变故，2次不幸的婚姻。她对世事既感到心灰意冷，又觉得无可奈何。她是一个苦命的女人，为了向男人报复，到了广盐城之后，虽然有好多男人向她求婚，但都被她拒绝了。于是不久之后，她虽不曾成为挂牌的妓女，实际上她已成了广盐城中第1个众所闻名的妓女，几乎使全城的男子都颠倒发狂了。凡是有地位、有才势的男人，无不慕其艳名而来，致使那些挂牌而有组织的妓女们生意大受影响，因此引起了妓女的公愤，莺莺燕燕地召集了一大群，一起来到莲花色的家里，叽叽喳喳，七嘴八舌，有的主张捣毁他的家，有的主张毁了他的容，有的主张要了他的命，但也只是嘴上嚷嚷，并未采取行动。最后还是一个领头的妓女说：“你究竟有什么媚术，能够诱惑了那么多的男人？你既然吃着这一门的饭，为何又不加入我们的组织？你偷了我们的行业，抢了我们的生意，现在我们要你表明一下态度，看你有什么本领。”莲花色回答得很简单，他说：“我没有什么本领，只是能使被我见到的任何男人都来向我追求而已。我无意靠做妓女为生，我也从来没有做过妓女，所以不知道妓女这样的下贱行业也要加入什么组织。”那一大群妓女议论了一番，后来还是那个领头的发言说：“那么我们要试你一下。本城有一个卖香的少年男子，长袖不净冠，任何美女在他看来都是一堆腐尸臭肉，任何女人去接近他都不能打动他那坚定的心，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如果你能将此人诱惑成功，我们就佩服你，公认你是我们的领袖，不但免除你对我们组织的一切义务，同时还可以受到各位姐妹的拥戴，否则就要照章罚你60个金钱。”莲花色问道：“那是一位正常的男人吗？”妓女头回答说：“当然是的。”莲花色说：“如果是正常的男人，我便有办法使他喜欢女人。”于是莲花色就运用头脑想办法接近那个卖香的少年。首先，她假装成种种敬爱丈夫的行为。当时在印度，
为人以香料涂身，便表示敬爱之意。他命丫鬟天天去买涂身的香料，过几天又天天去买名贵的药物。他先说他女主人叫他买是为了帮男主人涂身体，后来又说女主人让他买药给男主人治病。那个卖香的少年听的日子多了，心里也很感动，认为那家的女主人一定是个非常贤淑贞洁的妇人，否则哪能如此好心尽心尽意地看护她的丈夫呢？他又想，女人都是可怕的毒蛇。又过了几天，莲花色命他的丫鬟在买药时，向那卖香的少年说，他男主人的病况已经很危险了。过了几天，莲花色竟然穿起了一身丧服，由丫鬟扶着，痛哭哀嚎地从那个卖香少年的店门前经过，并且一边哭泣一边哀诉着他对亡夫的怀念与恩情。那个卖香的少年因为早就对他有了好感，此时又见到这一幕生离死别的情景，使他非常同情。这真是一对薄命夫妻，如此年轻贞洁而又美丽的女人竟然死了丈夫。其实这时的卖香少年对莲花色只是爱慕和同情，但他还没有觉察到自己的心理变化。又过了几天，莲花色的丫鬟又到卖香少年那里买药。她说她的女主人因为丧夫，悲痛过度病倒了。卖香少年问：“请医生看了吗？”很显然，这个卖香少年很关心莲花色的病情了。丫鬟说：“女主人病了，我们又是刚刚搬到这里，所以也不知道究竟要请哪一位大夫才好。”那个丫鬟很巧妙地把话题一转，说：“你们卖香的都兼着卖药，卖药的人想必都懂些医术医理吧？”卖香少年说：“医道方面曾经研究过，不过恐怕不是一位好的医生。”丫鬟又说：“那就太好了，现在就请你陪我去一趟，可以吗？求求你了。”卖香少年虽然还有一分戒心，他是从来不相信女人的。现在他为了救一位爱丈夫而又贞洁的女人，他觉得他应该破例。虽然知道自己的道力尚未达到无欲的程度，此去为妇人治病实在不易，但是他又自我解释说，那是一位贞洁的女人，她不会破坏到我的。于是那个卖香少年到了莲花色的家里，进入了莲花色的卧室。莲花色懒洋洋、慵倦倦地躺在床上，好像是病着，也好像是没有病。他见到卖香少年进去，只是微微睁开眼一看，又把眼睛合上了。直到丫鬟告诉他说医生来了，他才伸出一只手臂来，意思是让医生给他把脉。那个卖香少年从未进过女人的香闺，尤其像莲花色这样的香闺，一切摆设与气氛都充满着女性的魅力。当他一见到莲花色的玉臂，细腻圆润、洁白粉嫩，但是他尚未忘记，他是以修不净观而闻名的人，不应该有此妄想。佛教中称接触女人的身体叫做触毒。他一接触莲花色的手腕之时，他的心就不由自主地跳动起来，他的血液剧烈地起着变化，甚至连病人正确的脉息位置也找不到了。这时他又嗅到了一股奇异的香气，像是莲花香，但又不像真正的莲花香。再用鼻息探寻香气的来源，竟然发自莲花色的身上。因此卖香少年情不自禁地把眼光聚集在莲花色的脸上，贪婪地看着看着，正看之间，莲花色却收回了手臂，睁开了眼睛，现出了千娇百媚的淫荡样子。终于那卖香少年的不净观在莲花色的引诱之下完全破产了。
自此，卖香少年成了莲花色香闺中的常客，莲花色的名气也就因此更大了。不久后，莲花色生产了一个男婴，但她以妓女之身抚育儿女不太方便，也容易遭到男人的嫌弃，而影响她的声名。丫鬟将婴儿放到东城城门的附近，被东城看守城门的人抱走了。过了些时日，莲花色又生了一个女儿，丫鬟以同样的方式丢弃在西门了，被西门守城门的人抱走了。东门的看守和西门的看守感情一向很好，现在各有一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们为了表示亲近，相约孩子们长成之后，将西门的女孩子嫁给东城门的男孩为妻。此时的莲花色已经是30-40岁的人了，但她容貌依旧。时间过得很快，东城的男孩已长大成人。在印度，男人们侠妓的风俗是很通常的。有一次，许多朋友都邀了东城那个少年，以60个金钱请莲花色与大家欢乐一宵。那个东门的少年从小就很拘谨害羞，所以他不愿意参加这样的集会。但是大家一致通过，如果谁不参加，就罚谁独自付莲花色60个金钱。那个东门少年不得已，只好勉强地参加了。想不到他的那些少年朋友正是因为他的拘谨，借机捉弄他一番。那天夜里便将莲花色交给了他一个人。莲花色对此老实而又害羞的少年也很有好感。那少年也觉得莲花色确实是个可爱的女人，因此他把莲花色带到自己家里居住。广元城的舆论也因此哗然，大家认为一个守城门的守将之子将妓女带进家中是一件伤风败俗、不能原谅的事。终于在种种压力之下，那个少年只好将莲花色正式娶为妻子。莲花色在风尘之中混了10多年，也希望有个归宿了。西门的那个女孩也长大成人了，所以东门的少年为了实践最初的婚约，也把女孩娶回了家，成为了少年的第2个妻子。莲花色后来知道，那个男人是他的儿子。事实上，这是一桩乱伦到了极点的婚姻关系，怎奈当事人不知道，所以莲花色还为这个少年生了一个男孩。有一天，西门的女人正抱着莲花色与东门少年所生的男孩到门口玩。佛的大弟子来到他们的家里，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那个西门的女子早就是个佛教徒，她想今天可以听到目犍连尊者的妙法了。然而目犍连尊者并未说佛法，一开口便向他说：“你可知道吗？我今天要说破一桩乱伦到极点的婚姻故事。”西门的女孩说：“我很愿意听的，请圣者说吧。”目犍连说：“这个故事不在别处，就在广元城你们的府上。”西门的女子说：“当真的吗？”目犍连说：“我告诉你，你丈夫的大夫人是你的生母，你的丈夫是你的同胞兄长，因此你们之间绝无嫉妒。”目犍连尊者又把其中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向他说了一遍，便走了。过后又有一个以看相为生的婆罗门经过这里，他见西门的女人抱着一个白胖胖的男孩，便走近前去找生意做，希望能给这个男孩看一看相。那个西门的女人听到婆罗门这样如此一问，回答道：“这是我的同胞之弟，也是我的胞兄所生。我的丈夫是他哥哥，但我也是此儿母亲。他的生父是我继父，继父做了我的丈夫。圣者把这一切告诉了我。”
莲花色听了，便奇怪地问了一个丫鬟：“这是怎么回事？”那个丫鬟也不知道，只得照他所见所闻，向莲花色重述了一遍。莲花色已经是个饱经忧患的中年女人了。她并不是真正的荡妇，只是出自一时的激情与愤怒，才走上了玩世不恭的道路。想不到她的命运是如此的恶劣。当她正好有了最后的归宿，这个归宿的关系又是如此的不幸。过去，她曾经与自己的母亲共侍一个丈夫，又把自己的丈夫让给了自己的女儿。现在更加复杂了。现在她做了儿子的妻子，她的儿子娶了生身的母亲，又娶了同胞的妹妹。她为她的儿子生了儿子，既是她自己的儿子，又是她自己的孙子；既是她儿子的弟弟，又是她丈夫的儿子。她悲痛地想到这里时，忽然眼前一黑，身体一晃，昏倒在地上了。但她并不知，这一切是宿世业力造成的。她没有想到，为了报复男人，以妓女的身份来愚弄男人，最后竟是自食其果，愚弄了男人，更愚弄了自己。莲花色虽然受到重大刺激，而以最最无耻的姿态出现为淫荡的妓女，但她本性却是一个最最知耻的女人。当她知道这些乱伦的家事之后，她又一次悄悄地离开了广严城，到了王舍城。王舍城是佛陀经常教化众生的2大城市之一。她到了王舍城，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嫁人吧，她嫁了3次，却失败而又烦恼了3次。若不嫁吧，以她一个女人之身，又能做些什么呢？于是她在生活的压迫下，又做了妓女。幸好她虽然已是中年的妇人，但她的容貌并未随着时光的消逝而褪色，所以她在王舍城住了不久，她的声名之大，身价之高，竟然超过了广严城。她被召唤半月的代价，已经贵到500金的程度了。除了公子哥、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很少有人敢向她问津的。有一个贫穷的少年想要亲近她，被她拒绝了，并且告诉她，当他有了500金时再来找他。但他不论团体或是个人，只要付足了500金钱，他便半月一消。因此有一天，王舍城有500个男人共集了500金钱，招来了莲花色，聚集在一个大花园里游戏作乐。这时目犍连尊者知道莲花色的业报已尽，所以也到了这座大花园里，距离500个男人及莲花色不远的一棵大树下来回地走着。这被一个喜欢恶作剧的少年发现了，便以开玩笑的口吻对莲花色说：“你看到了吗？那棵树下那个出家人，就是佛陀的大弟子，以神通闻名的目犍连。他戒行清净，已经证得了无欲的阿罗汉果。在他来说，一切贪欲污泥都不能染污到他了。莲花色，美丽的女人，你的魔力已经倾动了王舍城所有的男人，你是否也能使得目犍连尊者对你升起爱染之心呢？”莲花色向目犍连尊者向目犍连尊者的地方看了一眼，便不加思索地答道：“这有什么困难的？只要是男人，没有不喜爱女人的。我在广严城中曾使一个已经修成了不净观的麦香少年在我的身上升起了爱情，何况这个出家人？
于是莲花色轻移身体走近目犍连尊者，并以惯用的媚态一步步向尊者的身体逼近。他的经验告诉他，凡是被他娇躯接触到的男人，没有不受他的魅力所动的。只要使得男人的心一动，那么什么坚固的道心道念都被他连根拔起。所以他想，他要诱惑的男人从来不会失败，所以他对目犍连尊者的诱惑也有着相当的自信。但是他还没有靠近目犍连尊者的身体时，尊者竟然飞起来，旋身半空，并以宋句对他说：“你以可厌的骨锁之身，全身缠绕血脉与神经，本由父精母血所构成，依他活命，想把我辱侵。臭皮囊装着不清净，日夜间排出了又装进，九孔之窗永留着污秽，污秽之气纵横于周身。世人若悟此身之根本，如我识透你身下之不净，应当远离贪着并抛弃。譬如夏日之侧不可近，无智慧所以冥顽不灵，常愚痴所以覆盖无明。你已被爱乐迷住了心，似老象陷泥越陷越深。莲花色愣住了，他从未见过这样的人，也从未听过这样的话。过去他总以为自己能够看透男人，也总以为美貌就是他最大的依靠。可是在目犍连面前，他第一次感觉到，原来自己追逐了一生的东西竟如此脆弱，如此虚幻。这一生他以为自己靠美貌掌控男人，可直到今天他才发现，他也一直被美貌所控制。他以为自己在玩弄情爱，其实他也一直被情爱拖着走。他曾恨过母亲，恨过丈夫，恨过男人，后来又用同样的方法报复男人。绕了一圈，他才发现，真正困住他的从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执着。莲花色仰望着空中的尊者，恭敬地伏地礼拜。这一刻，他第一次真正地开始审视人生。于是他遥向尊者顶礼，并用偈语说道：“我却被爱乐迷住了心，似老象陷泥越陷越深。但愿圣者身从空中下，为我演说其甚深微妙法。”此时目犍连尊者已知莲花色的善根完全成熟了，为了悲悯他的恳切祈求，所以从空中忽然而下，并为莲花色又说了一些佛法。这是非常感人的场面。那500个男子反而因此全部接受了目犍连尊者的感化，一边恭喜莲花色改邪归正，一边也集体顶礼目犍连尊者。有一天，莲花色终于决定要找佛陀出家。走到半路，他就去洗脸。他洗脸的时候低头一照，我还是长得很漂亮吗？我还是多享几年福吧。佛陀在入定的时候知道，这个莲花色女子已经被目犍连渡了，就差那么临门一脚，咋办呢？佛陀这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女人，比莲花色更漂亮的女人，来到莲花色跟前，跟她说：“大姐，你去哪儿啊？”莲花色跟她说：“我到佛陀那儿去出家。但是我在这里洗脸，我觉得我还是挺漂亮的。你看我们2个身材又好，长得又漂亮，走到哪儿都迷死一群人。我过几年再去出家吧。反正迟早都要去出家。”那个佛陀化身的漂亮女人也说：“对对对，我们多享受几年，过几年再说。”
然后两个人就约着到一块地方进城去享受了。走到半路，佛陀化身成的女人就开始喊了：“哎呀呀，肚子疼，肚子疼，疼得不行。”然后就在那儿满地打滚，哎呀呀，不行了，不知道怎么了，反正就在那里痛，在那里满地打滚，滚的衣服都脏兮兮的，然后头也扯破了，身子也扯破了，最后嘎嘣一声就死掉了，变成了个很老很丑的样子。死掉的那个样子大家都知道，那就不好看了嘛。然后再过一段时间，身体就发胀啊、发霉啊、发臭了。那些虫子就从嘴里爬出来，从左眼爬进去，从右耳爬出来。那个样子就是很恐怖的样子。一个很漂亮的人，马上就变成了这个样子。莲花色看了，哦，原来这就是无常，所以才决定出家去修道了。莲花色成了释迦牟尼的弟子，释迦牟尼也解开了他的心结。他的一生为何有如此离奇的遭遇？在过去，有一位很有地位也很有财富的商人，娶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妻子，过着美满的生活，夫唱妇随，恩爱非常。农夫不能不耕作，工人不能不做工。身为一个商人，他也不能永远陪伴他的妻子。终于，商业的经营迫使这个新婚的商人离开了他的妻子。虽然在临行之前再三地安慰妻子，说他此去一定早去早归，然而出门之后，由于交通不便，竟像断了线的风筝，去了很久很久，一丝消息也没有带回家来。他的妻子苦苦地守着盼着，深闺的寂寞，一日两日，一月两月，一年两年，都在枯燥烦闷的时日中度过了。一个年轻的少妇单独地留在家里，本就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何况这个少妇乃是一个经不起寂寞的人，尤其当其回忆到新婚期间的夫妻生活，那种心灵及肉体的欢愉，他的生理机能便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反应，使得他血管暴胀，经脉收缩，难受得透不过气来。可是他除了怨恨自己的苦命之外，并不曾做出丑事。有一天，他正在家里等待纳闷儿，来了一个年老的妇人，他们是早就认识了的。老妇人见他的表情，便知道他有了什么心事，所以打开话匣子，希望安慰他几句，便问道：“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吗？”“没有什么，谢谢你。”那个少妇很想说出自己的感触，但碍于羞涩，没有说出口。老妇人说：“我想你一定有什么困难，不必客气，告诉我好了。真的没有什么。”那少妇想了一想，终究想着她所要说的话了。不瞒你说，我是一个苦命的女人。我希望有一个什么好的方法，能使我能够有求必应，称心满意。老妇人引荐，不多几日，少妇见到了独觉圣者，并且为那个圣者修了种种供养。他现了神通之后，又问那少妇道：“你有什么要求的吗？”那个少妇立刻五体投地，伏地哀求。她以为她是因为貌相不美被丈夫遗弃了，所以她的愿望是以此供养独觉圣者的福利，愿来世得一端正庄严之身，像青莲花一样的色香具足，娇艳动人。随念所求，男子不缺，乃至也像独觉圣者一样得神通。当他求愿完成，抬头看时，那位独觉圣者已经离开了，已经不见了踪影。因他所求，所以在来世，由于他的业报所致，他的那位商人丈夫始终没有回来。
他始终守着贞操，没有改嫁，他的心里却趋于反常，因为他自己得不到美满的夫妻生活，他就专门为他人做媒，乃至使得他人不分父女、母子、兄妹、姐弟等，都能达成通奸的目的。释迦牟尼世尊说到这里，便明白地告诉大众说，这就是过去世中的莲花色，他的所愿所求、所作所为，都在今生得到了因果报应。故事讲完了，可见有些相遇从来不是偶然。莲花色这位历经沧桑的美人，也是一个宿根深厚的女人。当她出家之后，一切的生活行为，一切的修持方法，好像是不用学习就已经懂了的。她是一个最勤勉的比丘尼，在僧众中，佛法内一切都能以最认真、最虔诚、最恳切的态度去学。在俗世之际，她是个浪漫风流的风尘女子，出家之后却是个持律谨严的行者，所以在不久之后，她便证得了小乘的最高境界阿罗汉果。她在释迦牟尼的女弟子中神通第一。故事讲完了，我细细地品味了一下莲花色的一生。她本性是善良的，她把第一个丈夫让给了母亲，第二个丈夫让给了女儿。她宁愿自己痛苦，也要给家人幸福。她是无私的女人，为她的女人。而且她其实很聪慧，又很能吃苦。莲花色是个苦命的女人。从这个故事看来，有些相遇从来不是偶然，有些痛苦也未必没有原因。莲花色走了一生，才明白自己一生在寻找什么。我们每一个人或许都在自己的故事里寻找着自己的答案。故事讲完了，我常常想，如果换成是我们经历其中任何一件事，是否还能保持善良？莲花色的一生，有背叛，有失去，有颠沛流离，也有一次又一次被命运推向深渊。他始终还是选择了原谅，选择了善良。或许有些相遇从来不是偶然，有些痛苦也未必没有原因，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故事里寻找着自己的答案。欢迎来到听风，在这里我们听见那些看不见的答案。如果你也对这些未知感到好奇，记得订阅听风，下一个答案也许就藏在下一阵风里。